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诚毅赴山海打戏站位美学引热议。诚毅赴山海打戏站位也太有料了吧！每场对决都像精心画的画，挥剑踩镜头节奏超丝滑，雨夜对决光影里的站位变换，这打戏质感直接戳我。赴山海整体剧作氛围与打戏特色，诚毅个人武侠气质与表演风格，打戏镜头语言与站位美学，雨夜对决等经典场面解析，与传统武侠、现代影视动作美学对比，观众与行业对诚毅打戏的评价，诚毅本人在武侠表演中的突破与未来价值。下面给你完整的3000字中文原创稿件。诚毅赴山海打戏站位美学引热议，武侠美学的新篇章。近年来，国产影视剧在动作戏与武侠美学上的探索不断深入。过去的古装剧往往重剧情、轻动作，打戏部分大多流于形式，更多是依赖替身和后期剪辑。然而，随着观众审美的提高，人们开始要求武侠打戏不仅要有热血的对抗感，还要有美学的格调与艺术价值。在这样的语境下，诚毅主演的《赴山海》无疑为武侠影视注入了一股清流。剧中打戏场面频频引发热议，尤其是站位美学与动作节奏的高度统一，让许多观众直呼每一场对决都像一幅画。其中雨夜对决的经典场景，更是成为社交媒体上被反复2次创作与讨论的热点。赴山海的动作设计与整体格调。赴山海作为一部古装奇幻题材剧，既承载了江湖气息，又融入了奇幻元素。剧组在动作戏的整体设计上，选择了以写意美学为核心，而不是一味追求炫技。这种思路决定了打戏不仅仅是拳脚交锋，而是一种叙事语言。在具体呈现上，打戏多以空间感、节奏感与人物心境结合为重点。镜头不再是单纯的快切蒙太奇，而是追求动作与环境的融合，强调人与自然、人与光影之间的互动。雨、雾、火光、水面反射都成为构建打戏美学的重要因素。这种整体格调下，诚毅的表演便显得尤为关键。作为主演，他的打戏不仅承担着剧情推进的作用，更成为整部剧美学格调的核心承载者。诚毅的武侠气质与打戏风格。诚毅一直以来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是既具古典气质又兼具坚韧内核的演员。从琉璃到莲花楼，再到如今的赴山海，他的武侠人物塑造呈现出3个鲜明特点：动作干净利落，诚毅的肢体协调性极佳，出手快而稳，常常能让观众感受到一种剑未到气已至的压迫感。表演融入人物心境，他的打戏不是机械的动作展示，而是带着角色的情绪。每一剑的挥出都能与人物当下的心理状态相呼应。极强的镜头感，诚毅在打戏中的站位与眼神处理，往往能精准抓住摄影机的角度，从而让每一帧画面都带有美感。因此，他的打戏不仅是打，更是演。这是赴山海之所以能被称为打戏美学典范的核心原因。打戏站位美学的内核。所谓站位美学，其实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不仅仅是演员站在哪里，而是涉及到人与对手的空间关系、与环境的互动方式、光影下的轮廓与构图、镜头运动与人物动作的呼应。在赴山海中，诚毅的打戏之所以令人惊艳，就在于这些因素达到了高度统一。举几个例子：单人对群的站位，当诚毅饰演的角色独自面对数名敌人时，镜头往往给到居中构图，他一人立于场景的核心位置，背影挺拔，形成极强的视觉重心。敌人环绕的同时，观众的视线却牢牢锁定在他身上。对决式的站位，在1对1的打戏里，
双方人物常常被安排在光影对比明显的区域，比如一人背光，一人迎光，构成强烈的戏剧张力。动态的位移与空间利用，程毅常通过移动来打破固定站位，他的走位与剑势结合，既是战术需要，也是画面调度的一部分，让打戏呈现流动之美。这种美学追求已经超越了打得漂亮，而是提升到了画面如画的境界。雨夜对决最具代表性的场景解析，赴山海中最被观众津津乐道的场景，莫过于雨夜对决。这个片段几乎浓缩了程毅打戏美学的所有精华。雨丝作为动态背景，雨点打在剑身与衣袖上，形成细腻的光影反射。光源的运用，火光与冷色的雨夜交织，照亮了程毅坚定的眼神，也勾勒出他修长的身形轮廓。站位的变化，对战双方在水洼中移动，程毅始终能在镜头的最佳位置完成动作转场，每一次旋身或抬剑都精准落在镜头运动的节奏点上。情绪与动作的融合，这一场对决不仅仅是肉体的较量，更是心理的博弈。程毅的表演让观众感受到人剑合一的孤绝气息。许多观众形容这场戏像水墨画动了起来，可见其在美学上的冲击力。与传统武侠动作美学的对比，过去的武侠影视打戏多数走的是快剪加替身的模式，视觉冲击有余，但缺乏沉浸感。赴山海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注重意境与留白。传统武侠强调刀光剑影的速度感，赴山海强调光影、环境与人物情绪的交织。这种区别让程毅的打戏更像是一种东方武学美学的复兴，既有江湖的杀伐果决，又有诗意的写意表达。观众与行业的双重热议。自打戏片段播出后，社交媒体上迅速掀起讨论热潮，关键词如丝滑、构图感、美到窒息等频频出现。许多观众表示，程毅的打戏让他们第一次感受到古装剧里的武打也可以养眼到极致。而在行业层面，不少武术指导与摄影专业人士也给出了高度评价，认为赴山海的打戏在动作指导、摄影机位、演员完成度3方面形成了罕见的统一。程毅本人对动作的完成度极高，几乎不依赖替身，令作品的真实感与艺术性同时再现。程毅在武侠美学中的突破。程毅凭借赴山海的表现，已经从擅长打戏的演员迈向能用打戏讲故事的演员，这是一种质的飞跃。他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动作与表演的统一，不只是打得好看，而是打得有戏。身体与空间的掌控，他把场景当作表演的一部分，善于利用环境。艺术格调的塑造，他的打戏有东方诗意感，区别于单纯的武打展示。这也意味着他不仅是古装剧的流量担当，更是未来武侠美学探索的重要人物。未来价值与意义。在国产剧逐渐重视打戏品质的当下，程毅的探索无疑具有示范意义。通过赴山海的热议，可以预见未来的古装武侠剧将更加重视演员本身的武术素养与镜头感，动作戏与剧情、人物的深度结合，光影、环境、站位的综合美学设计。程毅的实践证明，打戏完全可以成为一部剧的核心亮点，而不仅仅是附属品。这对国产剧的创作思路具有积极启发。一剑开山海，美学入人心。赴山海的打戏站位美学之所以能引发如此热烈的讨论，不仅因为它好看，更因为它满足了观众对武侠之美的想象。程毅以他独特的表演，让剑光、雨丝与人心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久违的东方意境。或许这正是国产武侠剧真正需要的方向，在快节奏的视觉轰炸之外，回归到美的本质。程毅在赴山海中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可能性。武侠不只是打斗，它也可以是一首流动的诗，
一幅会呼吸的画。